他若生一根毛发，我剥了你的皮！紫妍的王族血脉终于觉醒，在萧炎危难关头，仅仅是发出的余威就震退了斗尊巅峰的青焰。原来先前萧炎正准备给紫妍消除龙皇晶层时，不曾想这时天空中竟出现了个熟悉的声音，原来是铁剑尊者，他居然没有死。明明记得他在魂殿一战中陨落了才对，这顿时就把萧炎给看懵了。随后铁剑尊者解释道：当时正是竹离长老救了在下。原来竹离长老一直在暗中帮助着萧炎和紫妍，于是表示一番感谢后，随后萧炎便开始用异火帮紫妍炼化龙皇晶。而一晃1个月过去，没想就在快炼化龙皇晶时，怎料其他的3大龙岛竟一同围攻了此地，而他们的目的很显然就是想一同吞并了东龙岛，可他们的说辞却又是那么的义正言辞。西龙王大人派我来接也有王族血脉的那位去西龙岛做客，2位别不识抬举，伤了和气。闻言，竹离长老回道：一个王族血脉的旁支也敢自称龙王？可此言一出，却给了他们发动战事的理由。居然你们不肯把紫妍交出来，那只能一战了。瞬间，密密麻麻的士兵便攻向了东龙岛。可竹离长老这边却早已做好了面对其他3岛的围攻，不仅没有惧怕，甚至在和蛮岩交手之时，还吓了蛮岩一跳。已经也不如半圣层次了。东龙岛没你想的那么好闯。随后2人便再次交战在了一起，顿时虚空又被他们震裂开了。但这虚空的裂开对半圣而言可谓是家常便饭。可不管外面打斗的再激烈，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萧炎救助紫妍，而他现在也到了最关键一步，马上就能融化龙皇晶了。但不幸的是，伴随着紫妍即将脱困，他的血脉威压却影响到了阵法，顿时就被一旁的夏敖所察觉。随后他便立即带领手下攻向了紫妍那边。顷刻间，之前竹离长老布置的法阵便被攻破，而看到阵法被破后，黑琴毫不犹豫的就带着手下上去迎敌。黑琴，看在你我旧识的份上，把那位大人交出来，我饶你一命。滚！给老子滚！随着黑琴的一拳落下，战事也再次立马打响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夏敖却直奔紫妍那边。好在黑琴反应迅速，这才没有让他得逞。与此同时，外面的烛火长老也在奋力阻止着蛮岩。毕竟2人的实力旗鼓相当，烛火一时半会根本拿不下蛮岩。而更不幸的是，此时青焰也来到了战场，可他却是直奔紫妍而去的。就算烛火长老想去阻止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还是被蛮岩拦了下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青焰逼向紫妍。北龙岛竟然也来了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！拼了！黑琴，你的对手是我！借着夏敖拖住黑琴之际，青焰也顺理成章地来到了紫妍面前。即便9剑尊者立马去阻止，可奈何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，瞬间就被青焰丢到了一旁。可就在他准备击杀萧炎抢夺紫妍之际，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紫妍在这最后关头竟突破了龙皇晶，其王族血脉顿时就镇压了全场。紧接着只是一击，瞬间就击退了刚刚还在嚣张的青焰。这就是大成王族血脉！